站在舞台中央，微光洒落，他的声音缓缓流淌出来，带着一种撕裂般的痛感和穿透心灵的力量。那并不仅仅是歌声，而是一种生命的呐喊，一种岁月的见证。观众们起初只是安静的倾听，可随着旋律推进，他们逐渐感受到歌词背后那段满是伤痕的过往。那一刻，舞台不再只是舞台，而是生命故事的载体，是情感与灵魂最真挚的释放。没有华丽的技巧，没有刻意的炫耀，只有赤裸裸的真诚与震撼人心的力量。真正动人的歌声从来不是完美无瑕的，而是带着瑕疵，带着呼吸中的颤抖。于朦胧之所以让人流泪，不是因为他的音准比别人更好，而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经历与歌曲紧紧融合。他的声音承载着过往的痛苦、挣扎与希望，每一次转音都像是心灵深处的呐喊。这种艺术与生命的交织，让人无法逃避，更无法抗拒，仿佛每一个听众都被拉入同一个漩涡，和他一起经历一场心灵的洗礼。人们常说，只有经历过黑暗，才懂得光明的珍贵。于朦胧的歌声正是这样，他把那些受尽折磨的日子转化为旋律，让痛苦不再只是伤口，而成为力量的源泉。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为自己疗伤，又像是在告诉观众，无论多么绝望的夜晚，总会迎来黎明。这种力量感动了无数人，因为大家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，找到面对生活的勇气。当他唱出那些充满撕裂感的词句时，台下的观众几乎没有人能忍住眼泪。那并不是单纯的同情，而是一种共鸣。观众看见了自己的痛苦在他身上得到了表达，看见了自己的挣扎通过他的声音得到了释放。泪水是一种心灵的解脱，是共情之后的自然反应。于朦胧不是在表演，而是真切地活在歌里，这种真诚让所有的防备瞬间瓦解。很多人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光芒，却忽略了幕后无数个孤独的日夜。于朦胧的声音之所以有如此穿透力，正是因为他经历了别人看不到的痛苦与坚持。他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把那些难以言说的经历沉淀进歌声里。舞台上的每一次高音背后，都是深夜的练习与内心的挣扎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歌才有血有肉，才真正触碰到人心。音乐不仅仅是娱乐，它更是疗愈心灵的力量。于朦胧用歌声疗愈了自己，也疗愈了无数观众。那些受伤的人在他的歌声里找到了慰藉，那些孤独的人在旋律中感受到陪伴。音乐成为他与世界沟通的方式，也成为听众们与内心和解的契机。这种疗愈的力量远比任何语言都更直接、更深刻。他的歌声让人既感受到痛苦，又感受到希望。这种矛盾的张力，恰恰是艺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生活中没有人能够永远顺遂，每个人都在经历挣扎与不安。于朦胧用音乐告诉大家，即便生命满是伤痕，也依旧可以唱出最动人的旋律。希望和痛苦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可以并存的，这种并存才是真实的人生。一首歌如果只是讲述个人的经历，也许感动的只是他自己。但于朦胧的歌声之所以触动了那么多人，是因为他把个体的痛苦唱成了大众的共鸣。无论是学生、工人，还是父母、老人，每个人都能从中听见自己的经历。这种从个体到大众的转化，是艺术的最高境界。正因如此，他的歌才拥有了穿越人群、打动灵魂的力量。在音乐的世界里，技巧固然重要，但真诚更能直击人心。于朦胧并没有用复杂的技巧去堆砌，而是用最真挚的情感去表达。观众听到的不仅是声音，而是一个人在用生命诉说。这种真诚是任何技巧都无法替代的。正因如此，他的歌声才会让人泪流不止。真正的艺术家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，而是敢于把痛苦化为力量。于朦胧的歌声背后是一个坚韧的灵魂。他用音乐面对伤痕，用歌声拥抱伤痛。他没有被击垮，而是选择站起来，把生命的脆弱唱成了生命的力量。这种坚韧是所有人最敬佩的地方，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在舞台上光芒万丈。于朦胧的歌不只是表演，而是生命的延伸。他的每一次呼吸，每一个眼神，都带着沉重的过往。那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，一种把自己完全交给音乐的状态。他不是唱歌，而是活在歌里。这种投入，才让观众感受到那份撕心裂肺的真实，才让人明白，他是在用生命唱歌。观众的泪水并不是脆弱的象征，而是一种力量的释放。人们在他的歌声中看到了自己的痛苦被理解，看到了自己的故事被诉说。这种被理解的感觉让人卸下心防，放声大哭。而当泪水流尽，心中却会涌起新的力量。正如于朦胧通过音乐获得了重生，观众也通过他的歌声得到了治愈。于朦胧的舞台并不只是个人的表达，更是一种社会的共鸣。他用音乐让人们正视痛苦，也让人们学会在痛苦中寻找力量。这种艺术的社会价值远远超出了舞台本身。音乐成为了桥梁，让不同的人心灵相通，让孤独的人不再孤单。这就是艺术的伟大意义。在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追逐娱乐和表面的欢笑。但于朦胧的歌声提醒大家，生活中有痛苦，有挣扎，这些都不应该被忽略。他的声音像一股清流，让人重新审视内心，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时代需要这样的声音，让人们不忘真诚，不忘勇敢，不忘希望。于朦胧的音乐之路才刚刚开始，他的潜力远远不止于此。未来，他或许会带来更多触动人心的作品，或许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生命的厚度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用生命在唱歌，用真诚打动世界。观众们也将继续期待，继续陪伴，见证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在舞台上动人，并非全靠高亢的音域或华丽的技巧，而在于对细节的极致把控。于朦胧之所以能把受尽折磨的日子唱得让人无法自抑，是因为他懂得把痛苦变成可感知、可触碰的语言。他用声音的每一次呼吸，每一丝颤动，每一个短暂停顿，在观众心里描绘出一段段记忆。首先是呼吸与节奏的处理。当一句歌词需要把伤痛缓缓揭开时，他会选择收紧呼吸，放慢节拍，让声音像手指慢慢抚摸伤口。当情绪到达爆发点，他又会忽然放开，让音量与情绪同时冲破胸膛。其次是破音与声线裂缝的运用。很多观众以为破音是失误，但于朦胧常把它当作表达脆弱的工具，在关键字眼处有意让声线微裂，仿佛人在极力控制却无法完全压抑的痛哭。再有是面部微表情与眼神引导，一个短暂的凝视，一次微微的眨眼，能把台下观众从旁观者瞬间拉进故事的中心。此外，他在演绎歌词时会重读或延长某些词，让听众在语义之外感受到时间的重量。灯光与舞台空间的配合也不可忽视，简洁的布光、近景镜头的拉近，会放大这些细节，使声音的每一处裂痕都被放大成观众心头的一道伤口。从心理层面看，音乐通过触发共情机制，使观众的记忆和情绪被唤醒。于朦胧的表演不是单向输出，而是一次情绪的交流。它呈现脆弱，观众回应泪水；它展示坚韧，观众获得力量。这种以微细之处构建的真实感，正是它能让全场落泪的根本原因。观众不是在听演出，而是在被邀请参与一场关于生命的对话。当一个歌手用生命去唱歌，他的影响不会只停留在舞台上那几个小时，而会在听众心里生根发芽，形成长期的回声。于朦胧的歌声唤醒了许多人对痛苦的正视，也点燃了对自我修复的渴望。音乐在这里成为桥梁，连接个人经验与公共情感。艺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能把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记忆。于朦胧在台上呈现的伤痕，不再只属于他个人，它成为很多人私密情绪的表达通道。于是，歌迷间产生了彼此支持的小群体，有人在评论区诉说被治愈的故事，有人基于一首歌开始寻求专业帮助。
艺术由此承担了部分社会责任，它不仅娱乐，也触发对话，促进理解，帮助疗愈。然而，这种影响也带来挑战与责任。公众人物的脆弱展示能鼓励他人，但也可能被断章取义、商业化消费。于朦胧和他的团队需要在保持真诚与抵御过度包装之间寻找平衡，既要保护艺术完整性，又要防止情感被廉价化。